当特朗普的草台班子挥下关税大棒时，不管白宫内部有多少人正在试图通过做空美股赚钱，至少许多特朗普的支持者都发自内心相信这些粗暴的策略是在给美国刮骨疗毒。美国一定能在特朗普的手中浴火重生，实现再工业化。再工业化能将工作岗位带回美国，让钱留在美国，让美国人，尤其是那些中年白人，再次看见上世纪中期的黄金时代。但是只要翻看美国工业从无到有再到无的历史，你就能明白，不管特朗普如何折腾，所谓的再工业化其本质只是美国在霸权落幕之前的垂死挣扎。再工业化意味着美国曾经实现过工业化，也同时意味着如今的美国在工业上已不复往昔。在真实的历史当中，工业不仅是美式霸权的第一块基石，同时也是美国出众的生活条件的重要保证。美国的工业史与美国的崛起史高度重合。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前，从英国殖民地独立而来的美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其在历史上最关键的国运转折点就是南北战争后伴随大量欧洲移民而同步开启的工业革命。1860年左右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当中，美国依靠着辽阔本土带来的资源优势以及欧洲移民带来的新技术，同时在钢铁、石油、电力、通讯、交通等多个方面突飞猛进，在30年时间内依靠上千万工业人口实现了当时全球最高水平的工业化。1900年时的美国修筑了全球最多的铁路、最多的高层建筑与桥梁，开采了全球最多的石油，生产了全球最多的电量。在钢铁产量一项上，当时的美国不仅拥有从开采铁矿石到炼钢的整个链条，还以1140万吨的钢铁年产量登顶全球。仅美国一国就生产了全球的 40% 钢铁。我们今天经常谈到，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而在历史上，第一个达成类似成就的就是当时的美国。工业化虽然没有在当时就为美国带来霸权，但美国霸权的真正确立则与美国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息息相关。1890年，美国的工业产值第一次登顶全球首位，不过在当时处于世界中心的欧洲人眼里，美国富豪的形象是没修养的暴发户，美国商品的形象是粗制滥造的次品。因为美国虽然在工业产值上实现了登顶，在技术层面，相当多的技术应用建立在欧洲科学家的理论研究之上。美国工业的繁荣在欧洲人看来只是利用面积与人口规模造成的虚胖，因此工业产值登顶没有为美国带来欧洲人的尊重。即使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依然认为世界的中心在他们那边。当时的美国政府也非常清楚，欧洲人的成见与美国在技术上的落后是美国国际地位无法进一步提升的关键。因此，在二战结束前，美国最重视的就是利用美国在工业生产上的优势，将工业成果大量转化为美国人实际的生活体验。自1910年到1930年，美国在政府主导下修建了全国电网，超 70% 的美国家庭都是在这一时期实现了通电。覆盖全国的电网建立起来之后，以通用电气与西屋电气为首的制造业巨头，为当时的美国人提供了大量廉价电器。包括空调、冰箱、洗衣机、收音机与电视在内的家用电器，都由那一时段的美国企业率先实现大批量生产。到1930年，在所有接通电线的美国家庭中，超过 80% 都拥有至少一台收音机。包括汽车在内的其他工业品的拥有量上，美国也遥遥领先于所有国家。高超的工业水平为当时的美国白人带来了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的生活条件。同时也让美国在二战后抓住机会，用美国工业品占领欧洲，并顺利完成西方世界霸权向美国转移的整个过程。可以说，美式霸权的建立就是美国保持长期高水平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但如果工业化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为何美国在战后会有去工业化？想搞懂去工业化，要从工业化的本质开始讲起。美国之所以能在二战前成为全球第一工业国，原因其实非常简单。从先天条件上讲，美国的资源天赋极其出众，同时19世纪数千万欧洲移民也为美国带来了工业化所需要的技术与人力资源。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化的目的既不是提升国家综合实力，也不是提升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完成全国工业化的美国资本，其开办公司、建设工厂的目的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赚钱。在二战之前，全球化还没有深入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对于当时的美国资本家而言，美国不仅是他们开办的工厂的原材料来源地，同时也是他们的产品的销售地。
因为无法从美国以外的市场赚到多少钱，当时的美国资本家不仅基本只能在境内投资设厂，同时为了让美国消费者有能力购买到他们生产的产品，避免因生产与消费脱节而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美国早在19世纪后就有了一些劳工改革。在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更是在提升劳工待遇的同时，加大了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逐利本性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内在动力，然而当经济全球化随着海运成本的降低而成为普遍现实之后，美国的去工业化就成了资本主义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二战结束后，美国商品随着美国霸权的确立，快速流入急需重建的欧洲市场。这种经济扩张为美国带来了令特朗普回忆至今的黄金时代。但在另一方面，当那些使用美国工业品的国家被拖入工业社会，并开始追求价格更低廉的本土工业品之后，一个问题同时摆在了美国与美国的盟国面前，那就是除美国以外的国家有没有必要建立类似于美国一样的工业体系。如果站在美国霸权的角度来讲，阻止其他任何国家工业化，并用美国工业品控制这些国家，才是维持美国霸权的正确选择。但是这种美国霸权的本质同美国人的追求却是相反的。对于美国资本家们而言，美国之外的国家有着崭新的市场与更低的用工成本，投资这些国家并帮助其实现工业化，能够让他们在美国之外也赚到钱。而对于美国大众来讲，美国本土商品受制于美国人的高工资，不可能很便宜。如果美国开始进口其他国家生产的廉价产品，能够直接减少美国人自己的生活成本。基于这种逻辑，美国自上世纪70年代确立美元霸权体系之后，开始了配套全球化的一系列建设。借助关贸总协定和 WTO， 美国资本家开始在境外大量投资设厂。在这些投资逐渐转化为境外工业能力的80年代，来自欧洲与日本的商品逐渐占领了美国市场。有了廉价的日本商品之后，美国人既不愿意去从事辛苦的制造业，也不愿意去购买相对而言更加昂贵的美国商品。这种状况导致大量美国工厂迁出，大批美国工人转行服务业或者从事纯粹的研究。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去工业化。去工业化并不是文明的倒退，从世界范围内来讲，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的另一面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但是美国之所以能在去工业化之后依然保证生活水准，其根源在于美元霸权下那些后发国家没有工业品的定价权利，只能按照美国人的要求，将自己的商品以低廉的价格换为美元，然后通过购买美国的技术、能源与高端服务业，再次将美元送回美国。美元与能源的绑定以及强大的美军是监督承接美国工业的后发国家不去跳出美国游戏规则的打手。可是对于那些承接美国工业转移的国家而言，他们进行工业化的目的不是为美国人生产廉价的产品，而是让自己的国民也过上类似美国人的好日子。因此，在工业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像日本、德国、英国以及法国等国家都以各种方式试图突破美元霸权，避免美国对于本国工业的剥削。但是这些国家不管是试图技术突破，还是试图打造区域自由贸易团体，这些手段无一例外都遭到了美国的直接干涉。通过技术封锁、货币手段，甚至直接干涉，美国的辉煌战绩包括打碎日本半导体、搞垮法国阿尔斯通。然而这一切都基于一个前提，被美国制裁的国家没有能在美国面前掀桌子的军事实力。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即使敢对中国挥舞关税大棒，也无法像广场协定时那样直接勒令中国更改汇率。而美国最终拿出再工业化这个口号，本质上只是因为无法反制中国，试图走回头路罢了。一颗小小的大豆就能让特朗普认怂吗？还真能。这不，8月10号晚，轻易不求人的特朗普就主动拉下脸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能跟我们达成一笔交易。而要交易的东西不是石油天然气，也不是什么高精尖技术产品，大豆。简单说，就是特朗普迫切的希望中国能扩大对美大豆进口，越快越好。那么问题来了，为何热衷于搞技术封锁、芯片断供的特朗普会为了不起眼的大豆特意发帖？小小的大豆又是否会成为影响整个贸易战的关键先生？将时间拉回到8月10号深夜，特朗普突然在社交媒体上喊话中国，说什么我知道你们中国面临大豆短缺，而我们的农民生产着世界上最好的大豆，不如你们将美国大豆订单量增加4倍，这样不仅大豆问题解决了，还能减小中美贸易逆差。最后还特别强调，只要下了订单，美国将为此提供快速服务。第二天又火速签署了行政令，将对中国的关税暂停措施再延长90天。
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出这老狐狸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不过在一番厚脸皮的包装下，硬是把这一出强买强卖的戏码演成了我这是为你好，仿佛自己做出了什么重大让步。照现实的局势来看，特朗普的这个请求大概率是一厢情愿，没有谁有什么必要与义务去忽然购买4倍于往常数量的美国大豆，而他口中的解决中国大豆短缺更是掩盖自己真实意图的漂亮话术。诚然，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消费国，且由于耕地资源紧张、供需严重失衡、流通环节冗长等因素，导致我们的大豆自产能力受限，长期依赖国外进口。2024年，我国大豆进口量达 1.05 亿吨，占当年粮食进口总量的 66%， 对外依存度超 80%。但身为承载千年农耕文化的农业大国，我们历来十分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尤其是像大豆这种对外依存程度高的农产品，未雨绸缪的提前储备早已是常态。咱们直接数据说话。从库存数据的变化来看，截止到2024年7月，国内进口大豆库存总量达到了 559.9 万吨。尽管相较于去年同期下降了近30万吨，但总体而言储备依然较为充裕。而事实证明，充足的战略储备有效缓冲国际粮价的波动。即便在2024年全球粮价暴涨期间，我们也未出现断供危机。也就是说，中国是缺大豆，也十分依赖稳定的国外大豆进口源，但库存远不至于像特朗普嘴硬的那般，离开美国大豆就举步维艰的地步。建议董王下次发帖之前，还是找梅拉尼亚切个润唇膏，软化一下嘴巴吧。在特朗普给关税机枪上子弹的同时，他那看似稳固的基本盘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晃动迹象。据美国农业部统计，2025年上半年，中国自美进口的大豆数量同比下降 39%， 且仍呈下降趋势。截至2025年7月，美国对中国大豆的净销售量已经连续挂零了14周。艾奥瓦州、明尼苏达州等传统农业州的仓库中积压着数百万吨无处可销的大豆。美国农业市场分析师凯伦·布劳恩也在报告中指出，中国至今尚未采购新一季的美国大豆，导致新作物的销售举步维艰。这在2005年以来中国与美国的大豆贸易中还是头一次。他还忧心忡忡地表示，这将是美中大豆贸易进入未知领域。更糟糕的是，这边大豆在滞销，那边农户在生产资料和设备上的投入却越来越大。对此，美国大豆协会主席拉格兰直接写信给特朗普，呼吁美国政府与中方达成协议，取消关税，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促成中方大量购买美国大豆的协议。信中还警告称，若中国继续规避美国大豆，将会给美农业带来严重且长期的经济后果。概括一下就是，求求了，别再搞什么幺蛾子关税了。总统大人，您是玩爽了，却留下来一桌烂账让美国农民买单。这下好了，人家不跟咱们做生意了，仓库里堆的山高的大豆卖给谁去？三体人吗？到了这时候，饶是董王也坐不住了。毕竟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是谁？那不就是这些手握钢叉、脚踩拖拉机的红脖子美国农民吗？随着中期选举临近，不少因大豆囤积而遭受巨大损失的农民对特朗普深感失望。许多作为特朗普铁票仓的农业州不满情绪也在与日俱增，部分农业州支持率已暴跌 22%。 如果大豆再卖不出去，共和党的选票根基可能崩塌。那些亲手给他送入白宫的红脖子 Mega 很可能会再亲手把他从椭圆办公室里拽出来。特朗普自然深谙这一点，他此次突然发文说要搞什么4倍订单，画了张大饼，目的正是为了实现政治自救，稳住他那广大的农民支持者。在那到如今的局面之前，中美大豆贸易也曾有过一段较为稳定的黄金时期。2000年后，中国开始成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大豆进口逐年攀升，而美国凭借转基因大豆的高产量和稳定供应的优势，长期占据中国 60% 以上的市场份额。不管是豆粕加工企业还是食用油生产商，都对美国大豆有着庞大且稳定的需求。根据美国大豆协会的数据，2016年中国从美国进口大豆3600万吨，占美国大豆出口总量的 42%。2017年，美国对华出口的大豆占到其总产量的 60%， 价值超140亿美元，堪称农业经济的命脉。由于中国持续旺盛的大豆需求，美国农民根本不用担心大豆卖不出去，只要大豆丰收的季节一到，不消他们寻找买家，成千上万吨的大豆自己就会登上货轮，远渡重洋，直抵东大。本来一切都岁月静好，我买豆你挣钱，咱俩各取所需。直到那个脑门文官下巴文税的拉风男人空降白宫。2018年，特朗普政府单方面挑起对华贸易战，对超过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高额关税，一举打破了此前长期维系的中美贸易平衡，进而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作为回应，中国对美国大豆等农产品加征了 25% 关税，并缩减美豆进口。结果美国大豆的价格直接暴跌至每普式 28.3 美元，较2018年初下跌近 30%。突如其来的高昂关税让美国大豆市场遭遇了巨大的冲击，美国大豆库存积压严重，引发了很多农民的不满。
联邦政府只能先花钱安定住国内农民的情绪。2018年8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向美国农民提供120亿美元的补贴，结果反响平平，之后又发了160亿，可前后砸进去280个亿，仍难以完全化解美国农民面临财务崩溃的风险。直到经过数轮谈判，中美达成了初步的贸易协定，关税之争得以短暂缓和。在2023至2024销售年度，中国购买了美国 54% 的出口大豆，总额达132亿美元。中美大豆贸易有了一定程度的回暖，然而如今特朗普再次拿大豆出口大做文章，摆明了还是咽不下上个任期内的那口恶气，并且似乎笃定自己能在这场大豆争端中占到便宜。即便他目前所表现出来的解决方法只有在社交媒体上敲字玩无能狂怒那一套。中国在这场大豆危机中之所以能够泰然处之，依靠的除了大豆储备的未雨绸缪，还有其他蓬勃发展的大豆市场。当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如同一道铁幕隔开了中美的大豆贸易时，中国迅速做出调整，转向从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国家进口大豆，填补美国留下的市场空缺。就拿巴西来说，当美国农民还在为堆积的大豆发愁时，南美的巴西农民一个个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毕竟在种豆这一块，人家巴西还真不比你们老美差。身为开发潜力巨大的南美国家，巴西中西部可开发土地资源丰富，广袤的平原优质耕地为大豆种植创造了优良的条件，这使得巴西大豆的土地成本仅占种植成本的 9% 至 12%。而相比较之下，美国大豆的土地成本高达 27%， 因此低廉的土地成本使得巴西在这场大豆战争中抢占了先机。此外，巴西大部分地区属于热带气候，光照充足，雨水丰富，结合中西部的平原地形，十分适合大规模种植大豆。据《纽约时报》报道称，中国在过去10年内大规模援建巴西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港口、铁路、仓库等方面大量投资，为巴西大豆出口中国创造了更多的便利条件。在中美关税冲突之前，巴西大豆就在对华大豆进口中占据不小的分量。而自从中美贸易战开打后，巴西大豆更是趁势直上，在美国大豆被加征高额关税的同时，巴西大豆却在长期享受我们的零关税或优惠政策。比如在2018年第一次中美贸易战时期，中国进口巴西大豆占比从 53% 飙升至 75%， 美国大豆占比则降至 18%。而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进口了 1.05 亿吨大豆，其中巴西占7465万吨，美国仅2213万吨，数量差异已经极为明显了。一看巴西大豆不断蚕食自己的市场，老美也是急了，先是通过 WTO 申诉中国歧视性关税，但裁决周期长达2至3年，等事情解决，美国农民估计也差不多了。随后又启动美国大豆复兴计划，给农民提供每一亩150美元补贴，但治标不治本，效果依旧远逊于巴西的规模优势。无论怎么讲，巴西都正在逐渐顶替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大豆供应国。据巴西外贸秘书处的最新统计数据，近几个月来，巴西大豆出口屡创历史新高，从4月份到7月份始终保持稳定的同比增长规模。最近更是有来自巴西的消息称，中国大豆进口商已经锁定了巴西9月份和10月份的大豆进口订单，中国大豆贸易的谈判桌上已经快要找不到美国大豆的影子了。破镜难重圆，经过2次关税冲突，中美之间已经心生下戏，再想恢复此前的你情我愿的大豆贸易恐怕是不太容易了。而且美国的大豆为什么会遇冷，还不是因为你们总统大人端着关税机枪全球无差别扫射呀。真想让中国多买美国大豆，光靠在社交媒体上喊话可没有用，只有拿出真正的诚意，主动给关税降下来，大家才能心平气和的好好聊聊。如果继续搞那些朝令夕改、损人又不利己的政策，美国大豆被彻底弃如敝履，恐怕只是时间问题。